知道吗？很多人不是输给困难，而是输给了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好起来。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在离天亮只剩最后一段路的时候，选择了放弃。黑夜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黑，而是它会慢慢让你相信神没有在工作。他会一直对你说，神已经沉默了，他是不是已经忘记你了？可是亲爱的你，神沉默不代表神离开了。有时候当你以为他没有回应，其实他仍然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工作。如果今天神只想透过这段睡前祷告对你说一句话，也许会是不要停下来，因为很多祝福都藏在你最想放弃的下一步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灵修。如果你正在经历焦虑、失眠、低谷，或者只是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，这里是你的避风港。有人曾说，森林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最高的那棵树，真正让土地保持生命的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小草。今天荒漠甘泉分享到一句很温柔的提醒，不要羡慕高大的树，就算只是一株小草，也可以安静地覆盖大地，默默滋养生命。神从来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长成同一种样子，他只希望你忠心完成他交给你的那一份。腓立比书4章11节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不是坐在舒服的房间，而是在监狱。他的自由被夺走，他的未来充满未知。保罗写下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这不是一句漂亮的话，而是他活出来的生命。不是因为环境变好了，而是他的心开始在神里面安息了。保罗说的知足，不是停止前进，也不是放弃梦想，更不是告诉自己这样就好了，而是即使今天还没得到，心里仍然相信神已经足够。因为真正的平安从来不是来自环境，而是来自那位永远与你同在的主。这就是属灵成长最安静的样子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改变，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依然相信，在没有掌声的日子仍然忠心，在没有答案以前仍然信靠，在没有收成以前仍然栽种。今天荒漠甘泉提醒我们，神如果没有要你成为森林里最高的树，不要因此而难过，因为小草从来不和大树比较，它只是安静的向着阳光生长，没有掌声，没有聚光灯，却默默覆盖整片土地。如果神让你成为一棵大树，就成为大树；如果神让你成为一株小草，也不要轻看自己，因为森林并不是只有树木，真正覆盖整片土地的，往往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小草。很多时候，神不是先使用最耀眼的人，而是先使用最愿意忠心的人。
神看重的从来不是你的舞台有多大，而是你的中心有多真。我们之所以痛苦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神给的太少，而是我们一直看着神给别人的更多。可是一株小草若一直想变成大树，它永远不会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在滋养整片土地。甘心做一株小草，并不是因为小草没有梦想，而是因为他相信神所安排的位置永远比自己选的位置更美。小草从来不急着变成森林，它只是每天安静地向下扎根，因为它知道神没有把它种错地方，神没有把每个生命都塑造成同一个样子。花有花开的季节，草有草生的使命。在神的眼中，没有哪一份忠心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。真正的知足不是对现况妥协，而是在每一天忠心完成神交托的那一份。当你愿意忠心站在神为你预备的位置，你就已经活出了他眼中最美的样子。还有一句话我也想和你一起默想，加拉太书6章9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这节经文最温柔的地方在于，他没有说马上就要收成，他说的是到了时候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希望神快一点改变环境，可是神更在意的是先改变我们的心，因为一颗安息的心能走过一条焦虑走不完的路。很多原本跨不过去的路，忽然就走得过去了。你的等待神不是浪费，你的眼泪他都看见，你的每一步他都纪念。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，等待工作有起色，等待身体的医治，等待家庭关系改变，等待梦想实现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神没有听见我的祷告？可是人生很奇妙，很多转机都不是慢慢出现的，而是在你以为一切都不会改变时，突然改变了。很多人不是失败在能力，而是失败在离应许最近的地方。有些路不是没有出口，只是出口刚好藏在你想放弃的下一步。也许今晚你真的很累，累到不想再祷告，累到不想再相信，甚至累到不知道还能再期待什么。可是如果今天你刚好听见这段分享，我不知道你真的经历了什么，但也许神知道，他知道你已经撑了很久，所以今天他不是来催促你，而是来陪你的。真正扎根的人不急着向世界证明自己，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急着证明自己。有些祝福不是在奔跑时遇见，而是在安静里领受。若今天仍是一株小草，也不要灰心，春天来临时，整片草原都会一起发光。有些季节是为了生长，不是为了收成。如果今天你真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请记得，神从来不是因为你的位置才爱你，他是在你还没有开花以前，就已经看见了你的价值。也许今天你只是森林的一株小草，但在神眼中，你依然是他亲手栽种、细心浇灌、从未忘记的一片生命。所以今晚不要急着放弃，因为神仍然在工作，
即使你现在还没看见，即使黑夜还没结束，不要急着放弃。你不是走不到天亮，你只是离天亮已经很近了。也许你现在还看不到晨光，但神已经看见你的明天。愿神今晚把他的平安轻轻放在你的心里。今天关于荒漠甘泉的分享就到这边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我们下次见。